我的女王大人，那你可就要看好了，因为这可是我至今为止第一次能够真正的运用属于神雷的力量。楚风微微一笑，随后眼神猛然变得凌厉。只听一阵雷霆交织的声音响起之际，4种颜色的雷霆便再度浮现在了楚风的眼中。但这还不算什么，因为那4种雷霆不仅浮现在了楚风的眼中，更是自楚风的体内暴涌而出。一时之间，无数道雷蛇自楚风的体内涌出，穿越长袍，覆盖全身。此时此刻，楚风竟然被4种颜色各异、性质不同的雷霆所贴身包裹，活生生的变成了一个雷光四射的雷人。不过，当那4种雷霆涌出楚风的体外之后，却又急速变化，最终竟形成了一道由4种雷霆交织而成的铠甲。那霸气的战盔、战甲、战靴，皆是雷霆凝聚而成，不仅涌动着耀眼的雷光，但却有着与雷霆相似的纹路，穿戴在楚风的身上，霸气非凡。最主要的是，当这雷霆铠甲赋予楚风肉身之际，楚风的修为竟再度攀升，踏入了6品5军的境界。不仅实力得到了攀升，整个人的气势也是完全不同。此时此刻，楚风所散发的气息，竟有着几分那体内神雷独有的可怕味道，正是那种不属于这片天地的强大气息。你竟然还能够运用神雷的力量提升修为，不仅是修为有所提升，连战力也提升了不少。楚风，你真的变强了！淡淡惊呼不已，因为他发现此刻的楚风真的不仅仅是踏入了6品5军这么简单，他的战力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眼下楚风的战力竟与手握王兵的他一样强，也就是说，楚风凭借着6品5军的修为，完全可以战胜寻常的9品5军。若是手握王兵，战力还将大增，哪怕是不能与武王一战，但是至少能够在武王手中逃脱。不得不说，楚风此次突破，整个人的实力当真是发生了质的跨越。若是再遇到那慕容寻，楚风将完全不惧。可以说，在如今的东方海域，除了那名为淡台雪的恐怖女子之外，5军之内几乎无人能与楚风抗衡。淡淡你说的对，这神雷当真是超乎想象。如今我只是领悟了一点点，便感觉与之前完全不同，仿佛整个人都蜕变了一般。日后若是能够将神雷的力量全部掌握，这可真是让人期待啊！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期待的笑容。这神雷如今已与你融为一体，这说明他已经认可于你。只要你继续成长下去，剩下的5道神雷也早晚归你所有。不过眼下还是尽快回缥缈先锋吧。先不说你那位未婚妻，还等着你的这份主要，以你如今的修为，也是时候修炼一下。那地境苍冥斩了淡淡提醒道。楚风也是点了点头，不过在他的嘴角却掀起一抹诡异的笑容。不过在离开这冰雪平原之前，有一个地方我还要去拜访一下。我若没猜错，你是想去石剑宗走上一趟吧？淡淡笑道。虽然按理来说，那石剑宗宗主已是必死无疑，但是他石剑宗敢对我残夜魔宗的人动手，就不能让他们安然下去，必须杀一儆百，让天下之人都知道与我残夜魔宗为敌的下场。如若不然，越来越多的势力皆与诛仙群岛联合，一同对我残夜魔宗，那可就大事不妙了。楚风说道。也好，那就走上一趟吧，也正好拿这个小宗门试一试你如今的身手。淡淡一脸的期待，他很想看看如今的楚风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决定之后，楚风便身形一纵，破冰而出，向石剑宗的方向飞掠而去。石剑宗在冰雪平原之上，虽然谈不上是最强的宗门，但也算得上是数1数2的存在。如今虽是夜色已深，但是石剑宗上可是一片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广场之上数万人齐聚于此，一同举杯畅饮，这场面那叫一个壮观。并且这里可不只有石剑宗的人马，可以说冰雪平原最顶尖的势力和大人物全部到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势力在今日聚于此处，哪怕深夜之时也不散去，反而举杯欢庆，那还要从石剑宗的宗主石惊天说起。石剑宗宗主当日被第3仙所救，不但得以保命，更是获得了带领石剑宗进入诛仙群岛的机会。但是又因当日与楚风一战，石剑宗损失惨重，不只牺牲了最顶尖的长老和弟子，更是连6位太上长老也被楚风斩杀。如今的石剑宗当真是元气大伤，远不如从前，甚至除了石剑宗宗主之外，没有一个真正拿得出手的高手。为了进入诛仙群岛后能够争取到一定的地位，石剑宗宗主便以诛仙群岛为名义，邀请冰雪平原所有顶尖势力的大人物和弟子与他石剑宗联盟，一同加入诛仙群岛。虽然这联盟说得好听，但实际上就是吞并其他势力。这种事情换作哪门哪派都不愿意，但是碍于诛仙群岛的存在，哪怕众多势力再心不甘情不愿，可也不敢拒绝，只能委曲求全，选择与石剑宗联盟。为了表示诚意，石剑宗宗主特意举办了一场联盟大会。今日是这联盟大会举行的第3日，也是最后一日。今夜之后，石剑宗宗主便会率领此处的众多高手前往诛仙群岛，从此在诛仙群岛安营扎寨，告别这冰雪平原。诸位，你们说刚才天上的4只雷霆巨兽究竟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有天赐神体降临，所以才产生了异象？石剑宗广场中心有着一座恢宏的宫殿，而在这宫殿之巅有着一桌极为丰盛的酒宴，坐在这桌酒宴上的人皆是冰雪平原最为有名气的大人物，石剑宗宗主也在此列，而他们正在对先前楚风所造成的异象而讨论着。虽然眼下石剑宗已经恢复了歌舞升平的欢庆景象，但是先前那惊人而恐怖的一幕却仍在他们的脑中徘徊。哪怕那异象如今已然消失不见，可他们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应该不是天赐神体所造成的异象，因为我听闻当年花谷子家的紫灵降生时的确有过异象，并且很多人都看到过。
只是那异象虽然惊人，但却并没有像今日这么恐怖。我也听说过，天赐神体的异象只是一种天赐神体降临于世的预兆，威势虽强，但却不会这般威慑他人，造成天灾降临般的错觉。可刚刚所现的怪异雷霆却不是同，不仅威势惊人，那种恐怖的气息更像是将要这方天地毁灭一般，实在令人想想便后怕不已啊！这些冰雪平原的大人物，此刻脸上仍挂着些许冷汗，对先前的一幕念念不忘。若不是碍于石剑宗宗主的不让他们离去，想必在那雷霆浮空之际，他们也早各自飞起，逃命而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雷霆实在太恐怖了，恐怖到他们惧怕不已，难以抗拒。所以，哪怕那雷霆巨兽已然不见，但也根本无法安心，因为他们不知道那雷霆会不会再现。再度出现之时，他们是否依然能够活命？事实上，此刻这种不安几乎充斥了整座石剑宗，连这些各个大势力的顶尖人物都是如此。那些小辈弟子自然更为惶恐。诸位说，先前所现并非天赐神体的预兆，那你们说那究竟是什么？终于，那久久未语的石剑宗宗主笑眯眯地开口了。相比于在场的其他人，他倒是显得颇为淡定，只不过没人知道，他这淡定是硬装做出来的。因为眼下众人恐慌不已，他必须安抚人心，既要安抚人心，首先就要先安抚自己，所以他必须装作很淡定，唯有这样才可服众。石宗主，按你所说，先前的一幕真的是天赐神体，那这么说来，在我冰雪平原，岂不是真的有一位神体降世？可那若真是天赐神体降临的预兆，最终也应该有个提示，告诉世人天赐神体降临在了何处才对。据说当年花谷子家的那位天赐神体，就是有提示，所有人都看到那在9天之上的紫色巨灵从天而降，随后又化作紫色霞光，笼罩紫家上空盘旋许久，最终落入紫家之中，这才有了紫灵。但是刚刚的恐怖雷霆却并非如此，它下落之时，就宛如要毁灭此处的一切。虽然最终消失了，但消失的异常诡异，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但对于石剑宗宗主的话，却也有人表示质疑。这是一位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和尚，这和尚非常的老，皮肤不仅满是皱纹和斑痕，更是松松垮垮，宛如脱离了肌肉一般，简直就像是一个已经入关的死人。而他是一位七品武君，修为并不在石剑宗宗主之下，在这冰雪平原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叫做平静和尚。平静大师所言也有道理。听得这和尚的话后，众人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眼见着有人跟自己唱反调，石剑宗宗主则是眉头紧皱，很是不悦，但却也不知该如何辩解，只好将目光投向身旁那位黑发老者。这名黑发老者可不简单，他不仅有着8品武君的修为，更是坐着此处的主座之上，而他身上的所穿的服饰，更是让在座之人又惊又怕，因为此人乃是诛仙群岛的人。如今冰雪平原众多顶尖人物齐聚一次，基本上都是看在这位的面子上，而并非真的看在石剑宗宗主的面子。是谁规定天赐神体降临于世，那预兆就不能蕴含威慑之势？又是谁规定天赐神体降临于世就必须告诉世人他最终投落哪家的？那黑发老人平静地开口了，但平静的语气之中却满含威慑之意。而他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无言，没有人再敢争辩那雷霆异象是否是天赐神体。不是不知如何争辩，而是他们不敢。燕大人说的对，那多半就是天赐神体，否则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异象？可是就算天赐神体又如何？那花谷子家倒是出现过一个天赐神体，可是除了拥有美丽的容颜外，他在修武方面似乎并无太大的造诣。所以传说终归是传说，就算真正的出现，也未必有传说那么厉害。沉默片刻之后，更有人开口附和，赞同那燕大人的说法，马屁拍得很是到位。莫说那天赐神体没传说中那么厉害，就算真的那么厉害，又能如何？如今在东方海域，传闻最厉害的天才就是楚风，此子也的确是惊才绝艳，掌握着许多传说中的手段。可是当日不还是被石宗主追得落荒而逃？在真正的高手面前，哪怕是绝世奇才，也是不堪一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附和，甚至还拿当日石惊天追杀楚风之事作例，以此来贬低天才之名。没错，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只是可惜未能亲眼所见。石宗主，不如你给我们讲讲当日的情景究竟如何可好？石宗主，快给我们讲讲那绝世奇才是否真如传说一般利奥的，又是如何被你打得落荒而逃，如猪狗一般？此刻众人那紧张的情绪得到缓解，不明真相的他们竟拿楚风之事做笑料，甚至还请求石剑宗宗主讲述当日楚风出糗的一幕。而对于众人所问之话，那石剑宗宗主则是先饮了一杯酒，随后又擦了擦嘴，这才得意一笑，摆了摆手道：那楚风不堪一击，不值一提，是不值一提，还是不好意思提起啊？你是怕说出实话，让在座之人耻笑吧？可就在这时，一道满是讽刺之意的声音却突然在下方的弟子之中传来，引得在场之人皆是大惊。放肆！哪个如此大胆，竟敢胡言乱语？听得此话，石剑宗宗主顿时大怒，猛然一拍桌子，便站起身来，指着广场某处，高声问道。见状，众多弟子皆是吓得面容大变，浑身发抖，一个个连连闪退，生怕被那胆大之人牵连，急着摆脱干系。而在这种情况下，那片人影密布的广场上很快便变得空荡荡，只有一道身影还站立在那里。这是一名年轻人，他不但波澜不惊，反而面带笑意，正笑望着宫殿之巅的石剑宗宗主老杂毛。想不到你还活着，楚风，竟然是楚风！当看清那来者的面容之后，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惊。宫殿之巅的大人物们一个个赶忙站起身来，如临大敌。广场之上的弟子更是赶忙腾空而起，纷纷退避，远离楚风。因为
如今楚风的凶名太盛，他们眼下又都已是诛仙群岛的人，与残夜魔宗为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楚风绝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但是这一刻，最莫惊恐的却莫过于石剑宗宗主，因为他可是此处唯一一个真正见识过楚风实力与手段的人。他非常明白楚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仅实力强大到不可思议，为人更是心狠手辣。他不会忘记当日在他遭受禁药反噬之时，楚风与蛋蛋对他的折磨。若不是第三仙及时赶到，天知道他会被楚风折磨得有多惨。所以再度见到楚风，他实在惧怕不已，甚至他对楚风的恐惧已经渗透到了骨子里。不过尽管再恐惧，他也不能表现出来，尤其是想到第三仙的手下燕大人还在之后，他也是安心了不少。于是石剑宗宗主冷哼一声，非常霸气地说道：“楚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当日我放你一马，你竟然还敢来我石剑宗闹事，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不成？真是笑话！放我一马，你可真好意思说啊！你是不是忘记当日在寒冰沙阵内所受的折磨了？”楚风哈哈大笑，笑得异常讽刺。什么寒冰沙阵所受折磨？这是怎么回事？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愣，面面相觑之间，皆是不解，最终只得将求解的目光投向了石剑宗宗主，问道：“石宗主，那楚风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们不要听他胡言乱语，我何曾受过他的折磨？”对于众人的质问，石剑宗宗主脸色很是难看，但仍然出言辩解。他总不能承认当日在寒冰沙阵内被楚风折磨得死去活来吧？他可是打算统领此处的众人的，若是将此事说出去，那颜面何在，威严何存？所以就算打死他，他也绝对不会说实话。就是当日我明明亲眼见到石宗主将那楚风追杀得落荒而逃，想不到今日还敢如此大言不惭，说自己在寒冰沙阵内折磨过石宗主。石宗主这种人太不要脸，根本无需怜悯，依我看你就一斩当日身为，再好好教训一下他。突然有人高声说道：“没错，他说的对，这楚风心狠手辣，杀了石剑宗的6位前辈，本是死罪。石宗主，你不该心存仁慈，对他一再忍让，你必须杀了他，为你的6位师叔报仇。”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人开口说道：“杀了他，杀了他！”而听得石剑宗6位太上长老被杀之事，更是激起了石剑宗众长老与弟子的怒火。一时之间，喊杀之声响彻天地，如声声雷鸣一般，在石剑宗内回荡。这一刻，石剑宗宗主可就是眉头紧皱，内心打鼓，因为他很清楚，他并非楚风对手。怎么了？没有了禁药，所以你怕了不成？还是说你知道不是我的对手，却又怕自己的谎言败露，不敢与我交手？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淡然一笑，异常讽刺地开口了：“你放屁！难道以为我会怕你？”尽管自己的确惧怕楚风，但是听得楚风之话，石剑宗宗主还是勃然大怒，因为楚风可是在当着他石剑宗众多长老弟子以及冰雪平原所有顶尖人物的面侮辱他，他若是不予反击，那就等于承认了楚风所说乃是事实，这会让他颜面扫地，再无立足之地。无奈之余，他将目光投向了身旁的燕大人，而似是明白石剑宗宗主担心什么，所以那燕大人则是平淡一笑，传音道：“去吧，有老夫在，不会给他欺辱你的机会。”在燕大人开口之后，石剑宗宗主顿时大喜。虽说楚风战力滔天，并且掌握王兵，但是他知道楚风还没有逆天到能与8平5军一战的地步。燕大人若是出手，楚风将必死无疑。有了燕大人撑腰，石剑宗宗主也不再那般忌惮。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石剑宗宗主还是开口道：“楚风，你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无非是仗着你有王兵罢了。若是没有王兵，你觉得你还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这番话，无非就是怕我动用王兵。我今日就满足于你不用王兵，来吧，我不用王兵也可打得你满地找牙，屁滚尿流。”楚风很是自信地说道：“你真是好大的口气，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见楚风竟真的不打算动用王兵，石剑宗宗主也是气势大涨，身形一纵便腾空而起，紧随其后，其双掌舞动，道道狂暴的武力便暴涌而出，化作一道道光芒四射的大手，如流星雨一般向楚风砸了过去。这乃是一种8段武技，威力相当惊人。由此可见，这石剑宗宗主真的很是惧怕楚风，哪怕楚风并未动用王兵，可是他也不敢掉以轻心，出手便是杀招。然而令人们想不到的是，面对石剑宗宗主那恐怖的攻击手段，楚风却是站在原地，连动都不动。那楚风在做什么？既不出手，也不闪避，莫非他是找死不成？楚风的举动让众人疑惑不解，一个个神情闪烁，不知道楚风到底在卖什么关子。而就在众人不解之余，石剑宗宗主的攻击已是轰然而至，刹那间，层层涟漪不但炸开，声声轰鸣响彻不断。楚风所在的那片广场正被狂轰滥炸，这方大地皆在剧烈颤动。看着那恐怖的涟漪在广场肆虐，在场之人皆是面露喜色，因为石剑宗宗主的这一招当真是恐怖至极，至少在场之人少有人能够挡下。而这样厉害的武技就这样轰在楚风身上，人们觉得楚风哪怕再强，却也多半必死无疑。然而就在这时，一阵狂风突然席卷开来，竟瞬息将那肆虐的恐怖涟漪吹散。而与此同时，楚风的身影也是再度浮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怎么可能？而见到此刻的楚风之后，在场之人更是目瞪口呆，在那一张张脸上写满了震惊2字，甚至胆小之人更是连连后退，被吓得不轻。哪怕是那位来自诛仙群岛的燕大人，也是神情大变，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此时此刻，楚风所在的那片广场已是坑坑洼洼，被轰击得惨不忍睹。可是楚风却仍站在原地，负手而立，不但衣衫完整，更是毫发无损，且在其嘴角
还挂着一抹讽刺的笑意。堂堂石剑宗宗主，只有这种程度吗？楚风讽刺的笑道。听得此话，石剑宗宗主嘴角一阵抽搐，脸色非常难看，不由得将目光扫向那宫殿之间的众人。而当他发现众人都在举头观望，注视着他后，更是眉头紧皱。他可真是为难坏了。一方面，他发现这楚风太恐怖了，似是比当日与他交战之时还要强大数倍。他真是不想再与楚风纠缠下去，因为他早就知道这楚风乃是一个怪胎。可是另一方面，众人都觉得楚风不是他的对手去，期待着他将楚风抹杀，一展神威。眼下他真是骑虎难下，尽管心中忐忑不安，却也已无退路，只得继续与楚风交手。无奈之下，石剑宗宗主只得再度出手，掌心一翻，石剑宗独有的石剑便握在手中。石剑一出，顿时光芒流转。石剑宗宗主正在拼尽全力将自己的力量灌入那石剑之中，不只是石剑宗宗主自身的武力，在其催动下，周遭的武力全部向那石剑汇集而去。这种变化之下，石剑之上的符咒不仅光芒大盛，更是左右摇摆，不断的颤动，宛如暴怒的猛兽，迫不及待地解脱绳索，去撕咬眼前的敌人。这种威势，莫非是石剑宗最强手段——石剑索命？对，这就是石剑索命。据说此招若是修至大成，可是胜过9段武技。今日总算见到石宗主使用了，此招异常凶猛，我倒是想要看看楚风那妖孽该如何抵挡。见到这一幕，众人惊呼连连，都被此刻那石剑所散发出的威势所惊呆了。而听得他人的议论，那石剑宗宗主更显得意，大呼一声：“楚风，你胆大妄为，先是杀我师叔，后是来我宗门挑衅，今日我就以石剑之威取你狗命！”话罢，石剑宗宗主掌心一放，那光芒流转的石剑便飞落而下，夹带着恐怖的威势向楚风压迫而来。这石剑几乎凝聚了石剑宗宗主所有的武力，威势当真骇人。还未靠近，楚风所在的地表便开始寸寸崩裂，早已千疮百孔的广场再度承受巨大压力，正在崩碎瓦解。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依然站立不动，双手负于身后，脸面朝天，嘴带微笑，不闪不躲，直到那石剑已然靠近直接，楚风才缓缓抬手，对着那迎面而来的石剑五指张开。他这是要做什么？对于楚风之举，众人起初不解，然而当那石剑飞掠而至之时，他们却顿时被吓得头皮发麻，背脊发寒。在场之人无一不是面容大变，因为楚风不仅凭借单手之力将那石剑握在手中，挡下了这恐怖的石剑索命，并且在其掌心合并之间，只听的一声巨响，那石剑便被化成了粉碎。这石剑宗宗主号称做恐怖的一击，竟被楚风凭借单掌之力粉碎，这种恐怖的实力当真超乎人们的想象，让在场之人皆是无法接受。可这还不算什么，当粉碎那石剑之后，楚风便望向天际之上的石剑宗宗主，冷喝道：“老杂毛，今日你命已绝，滚下来受死！”话罢，楚风的掌心之中便暴涌出一股狂暴的吸力，瞬息将石剑宗宗主笼罩。而在那股吸力之下，石剑宗宗主顿时一声惨叫，不但失去了御空之力，更是如同断线的风筝，失去平衡，在半空左摇右摆，连连翻滚，向楚风的方向暴掠而去。这二人的实力差距也未免太大了，这哪里是石剑宗宗主打的楚风落荒而逃，他在楚风的面前完全就是不堪一击呀！不可思议，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楚风竟然比传说中的还要强。对于这一幕，人们早已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议论纷纷，惊叹连连。尽管之前知道楚风实力很强，但却没有想到强到这种地步。所以当很多人见到那石剑宗的宗主将楚风追杀的落荒而逃之后，人们自然而然的也就觉得楚风不是石剑宗宗主的对手。可是今日一见，他们当真是大跌眼镜，不得不对楚风刮目相看。因为这石剑宗的宗主哪里能追杀的楚风落荒而逃，他根本就没有与楚风抗衡的能力啊！燕大人，快救我！这种情况之下，石剑宗宗主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妙，赶忙向那位燕大人求救。事实上，此刻那位燕大人已然出手，他大袖一挥，8品武军的气息便爆发而出，一股狂暴的吸力自袖袍内涌现，将半空之中的石剑宗宗主包裹，想将其解救而出。这小子可是奈何，哪怕他的吸力已经笼罩了石剑宗的宗主，可却根本无法将石剑宗宗主救下，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石剑宗宗主落在楚风的手中，被楚风一手抓住了脖颈。老杂毛，你胆大妄为，竟敢对我残夜魔宗之人出手，今日非要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不可！抓住石剑宗宗主之后，楚风也不客气，当日这老杂毛屠灭9指全家，追杀自己，积伤淡淡的怨恨全部涌上心头，怒火攻心。楚风下手极狠毒，只见其紧紧抓住石宗主的脖子，猛然甩动，如轮沙袋一般，将他在半空轮了数圈，这才猛然下落的一声，将他丢入了下方那深邃的巨坑之中。楚风的力道实在太足，足到那深坑的土壤根本无法承受他的力量。那石剑宗宗主竟如利剑一般，向地底深处爆射而去，只能听到他那撕心裂肺的惨叫。给我滚回来！可是楚风怎会轻易的放过他？手掌对着那深坑一抓，石剑宗宗主便再度回到他的手中。只不过此刻石剑宗的宗主不仅浑身是血，身体更是不断传出滋滋的响声，那是骨头破碎的声音。楚风这一摔，已是近乎将他的肉身尽毁。不
不仅是骨头，几乎五脏六腑都已摔得粉碎。可楚风显然还不满足，手掌探出，便如利刃一般插入了石剑宗宗主的手臂。当其从其手臂抽出之后，手中竟握着一道血淋淋的东西，那是石剑宗宗主的手筋。但此刻却被楚风硬生生的抽了出来，抽筋之痛使得石剑宗宗主难以忍受，比先前喊叫的还要悲惨。但这还不算什么，当楚风抽出其手筋之后，另一只手猛然一拽，只听一声，那石剑宗宗主的整个表皮都被楚风给撕扯了下来。此时此刻，一阵阵撕心裂肺、悲惨至极的喊叫声在这石剑宗响彻不断。但除了这个惨叫声之外，竟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整个石剑宗境的可怕，之所以这样，并非是这石剑宗内只有一人，相反，眼下石剑宗内之人非常之多，足足有数万。可眼下之所以会这样，那乃是因为此刻在石剑宗的所有人都被楚风的强大实力和凶残手段给吓傻了。看着那在地上来回翻滚、已被扒皮抽筋、浑身是血的石剑宗宗主，众人当真是不寒而栗，心脏蹦蹦直跳，一种无法形容的寒意席卷他们全身上下，使得汗毛根根竖起，头皮阵阵发麻，甚至很多人被吓得瑟瑟发抖，大小便失禁者也不是没有。好个凶残的小畜生，竟然如此残忍！今日我就替东方海域的世人除掉你这心狠手辣的畜生，以免继续滥杀无辜，为祸世人。终于，那位诛仙群岛的燕大人坐不住了。身为诛仙群岛的人，竟连加入自己势力的人都保不住，这叫他感觉颜面尽失。他先是暴喝一声，随后便飞身而起，手持一件半成王兵，夹带着八品武军那强大的威势，向楚风暴掠而来。来得正好，既是诛仙群岛的人，那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了。然而，面对那飞掠而来的燕大人，楚风不但不惧，反而冷笑一声，只见其双膝微曲，随后猛然一纵，整个人便如倒射的流星一般，掠向了天界，与那燕大人站在了一起。狂暴的涟漪天地肆虐，强大的武技层出不穷，二人战得难解难分，竟然难分胜负。但二人的交战当真是惊天动地，扣人心弦，所以看得众人叹为观止，又惊又恐。怎么回事？不是说当日楚风与初到我冰雪平原之时，乃是3品武军吗？怎么短短数日时间，他便成为了5品武军？这并非重点，重点是楚风凭借5品武军的修为，轻而易举的将7品武军的石剑宗宗主扒皮抽筋，甚至连8品武军的燕大人也无法胜过于他。此子的战力实在太过恐怖，竟比传闻还要厉害。而这一刻，人们也是能够感受到楚风的修为，得知原来楚风已经不再是3品武军，而是5品武军。但是他们之所以这般震惊与害怕，却并不仅仅因为楚风的修为，而是因为楚风那逆天的战力。这等恐怖的战力，当真众人见所未见的，恐怕也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这可怎么办？眼下我等都已答应燕大人加入诛仙群岛，可是这楚风又这么强大，若是燕大人败了，那我等也皆是难逃一死啊！震惊之余，有人开始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不用怕，楚风再强也只是5品武军，虽然他战力强大，但是燕大人可是跟随第3仙大人多年的部下，他可不是吃素的。二者交战，谁胜谁负还不一定。不过也有自信之人觉得燕大人未必会输给楚风，别傻了，楚风现在可并未使尽全力。我当日亲眼见到他使用王兵之后有多强大，眼下他还并未动用王兵，若是动用王兵，恐怕燕大人也是不敌。有人很是肯定的觉得楚风必胜。这么说来，那我等岂不是大难临头，今日必死无疑了？听得此话，那宫殿之巅的强者们一个个吓得面色长白如纸，浑身瑟瑟颤抖，更有甚者更是站立不稳，险些摔倒在地。因为他们现在不敢逃了诛仙群岛不会放过他们，那他们将彻底失去庇护。可若是不逃，楚风显然也不会放过他们，他们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只感觉大难临头，已是难逃一死。可就在这时，天际之上突然传来一道轰鸣，传来一道身影，也是从那层层涟漪之中爆射而出，落入了远处的山脉之中。而这一刻，人们能够看清，此刻还在上空站立的乃是楚风。从此可以推断，先前射入山脉之中的定然是燕大人。突然之间，楚风也是身形一动，瞬息消失在原地，夹带着强大的威势，掠向了那座山脉之中。紧随其后，人们能够听到阵阵轰鸣，连绵不绝的自远处的山脉响彻，狂暴的能量涟漪更是足以点亮夜空。逃吧，燕大人不是那楚风对手，我等都要遭殃，不能逃。楚风如此强大，他若想杀我们，我们岂能逃脱？依我看，若是逃了，乃是必死无疑；但若不逃，兴许还有一线生机。毕竟说到底，我们没有残害过残夜魔宗的人，如今也并未真正的加入诛仙群岛。宫殿之巅的众多强者犹豫不决，想法不一，既想逃又不敢逃，那种忐忑与不安近乎快要将他们逼得崩溃。然而就在这时，石剑宗宗主却突然停止了悲惨的哀嚎。只见他那血淋淋的肉身光芒四射，随后一道流光便爆射而出，向远处逃遁而去。那乃是一道神石，是石剑宗宗主的神石。眼见性命不保，但他却并未就此放弃，竟放弃肉身，以神石逃遁。哪里逃？可是石剑宗宗主的神石还未跑远，楚风的怒喝便突然响起。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吸力也是自远处的山脉之中爆射而来，划过石剑宗的上空，向石剑宗宗主逃脱的方向追赶而去。紧随其后，一道悲惨的哀嚎传来，一道神石便自半空飞掠而过，被那吸力吸了过去。那正是石剑宗宗主的神石。就在那石剑宗宗主被抓去不久，楚风则是自远处的山脉飞掠而来，
再度出现在了石剑宗的上空。只不过再度见到楚风之后，那身处石剑宗内的数万人影却是鸦雀无声，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2个字：恐惧。因为眼下楚风不但毫发无损，且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意，但是他的双手却握着2道光体，那是2道虚弱无比的神石。而那神石的模样，一个正是石剑宗宗主，另一个便是诛仙群岛的燕大人。这场交战胜负已分，楚风大人饶命！楚风大人饶命！突然，宫殿之巅有人跪倒在地，开始向楚风磕头求饶。因为此刻楚风已经展现出了他的强大，连诛仙群岛的燕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们更是无法与楚风抗衡。楚风少侠饶命！我等还未加入诛仙群岛，出现此处都是被逼迫而来，还望楚风少侠明察，我等真的没有与残夜魔宗为敌的野心。而在此人之后，宫殿之上的众人也皆是齐刷刷的跪倒在地，除了那位先前反驳石剑宗宗主的平静和上外，那宫殿之上的所有人都在跪地求饶，饶命！眼见着这些冰雪平原最有名气的人物都在跪地求饶，无论是石剑宗的长老和弟子，还是其他势力的长老与弟子，也皆是纷纷跪倒向楚风求饶。看着那些又惊又恐、胆怯不已的众人，楚风淡淡一笑：我知道你们也是身不由己，所以我不会对你们如何，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若是日后你们有谁敢与我残夜魔宗为敌，或者加入诛仙群岛的话，那么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突然，楚风的眼中闪现一抹粉色，掌心之中一股独特的力量散发而出，如同烈焰一般，将石剑宗宗主与燕大人的神识包裹，开始焚烧炼化。楚风，你这小畜生，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在那特殊烈焰的燃烧下，石剑宗宗主以及燕大人惨痛不已。尽管已经失去肉身，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神识被一点一点炼化的痛。就这样，他们就在众人的关注下，一点一点被炼化，直到从这天地间彻底消失，才算结束。而在将这2人的神识炼化之后，楚风却突然袖袍一挥，一层无形的波动便扩散而出，覆盖了整座石剑宗。紧随后，楚风袖袍再次挥动，自那人群之中便传出数道惊恐的叫声。与此同时，数道身影也是在那翻滚的动作之下向楚风飞来，只不过还不待他们靠近楚风，便在如鞭炮齐鸣般的轰鸣声中纷纷化成了血水。这些都是当日跟随石惊天那老杂毛屠杀过我残夜魔宗之人，他们该死。不过你们却很无辜，所以我今日放你们一马。不过还是劝你们好自为之。楚风说完这番话，身形一动，便化作一道流光，向远古传送阵的方向飞掠而去。多谢楚风少侠饶命！多谢楚风少侠饶命！而在楚风离开后，石剑宗的众人却也不敢站起身来，而是继续跪拜道谢。可见他们真的是被楚风吓得不轻。直到过了许久，确定楚风离开后，这些人才敢飞奔而起，如同受惊的鸟群，四下纷飞。无论是石剑宗的人，还是其他势力的人，都玩命一般向远处逃去，想尽快的远离这危险的是非之地。而在解决石剑宗的事情后，楚风便直接通过远古传送阵向诛仙群岛赶去。途中，蛋蛋曾问过楚风，为何不将石剑宗的所有人斩杀，以示成见，但楚风却说，石剑宗宗主该杀，那燕大人也该杀，但是有些人却不能杀。他如今是残夜魔宗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代表着残夜魔宗。所以，尽管今日聚集于石剑宗的众人，准确来说都与诛仙群岛有些关系，但他们却的确没有真正的加入诛仙群岛，所以他们可杀也可不杀。与其大开杀戒，让世人又惊又恐，还不如恩怨分明，也好让世人知道，残夜魔宗的人并非那般丧心病狂，并不会滥杀无辜。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残夜魔宗引起众怒，也可以从一定的程度上避免越来越多的势力加入诛仙群岛，并且楚风算到，经过今日之事，石剑宗的人都会离开石剑宗，不仅仅离开石剑宗，恐怕他们都不敢再在冰雪平原居住下去，会分散到东方海域各处。而他们分散的同时，也可以将今日之事传递到东方海域的各处，让那些想着加入诛仙群岛对方残夜魔宗的人知道，与残夜魔宗为敌的后果就是死，也让那些对残夜魔宗有误解的人知道，残夜魔宗并非他们想象那般凶残，实际上是一个恩怨分明，只对敌人凶狠的宗门而已。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楚风总算回到了缥缈仙峰。而当楚风来到缥缈仙峰之时，发现春舞已然回到了缥缈仙峰，因为这个丫头此刻就站在缥缈仙峰的入口处。不仅是春舞、紫菱、苏柔、苏美，此刻也皆在入口处。这4个丫头正站在入口处，聊得不亦乐乎。要问他们4个为何会在此处，那其实也很简单，显然是在等楚风。因为当他们注意到楚风后，却皆是面露喜色，纷纷飞奔而起来迎接楚风。楚风哥哥，你总算回来了！见到楚风，他们4个皆是非常开心，尤其是紫菱，还有苏柔和苏美，在他们的脸上不仅有开心，还有安心。可以看出，在楚风离开这段时间，这3位未婚妻可是没少担心楚风。楚风师弟，你的修为，你竟然……而相比于紫菱3人，春舞却注意到了楚风的修为已经是得以突破，并且连续突破了2重，竟追上了春舞。楚风哥哥，你又突破了！而听了春舞的话后，紫菱3人也是注意到楚风的修为果然得到了提升，眼下已是突破到了5品5军的境界。此次前往焚天圣教就职，的确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楚风微笑着点了点头，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只不过那迫不及待等你回来的张师兄和无伤弟弟，知道此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郁闷呢？苏美笑眯眯的道，并且那是一脸的坏笑。小美，你这是何意？楚风一脸的不解。楚风哥哥，在你离开后，
张师兄与无伤弟点便闭关苦修，想要追上你的修为，并且如今他们二人皆已突破，已经纷纷踏入了天舞九重。不过现在看来，他们这个愿望恐怕又要落空了，因为我们的楚风哥哥也并未原地踏步，相反进步的可比他们要快得多呢。苏美笑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一脸的尴尬。你这家伙可真是变态，到了五军境之后，能在几年突破1重的人已是很不简单，可是你这家伙竟然一口气就突破了2重，这还叫不叫别人活了？别说你那2位想要追刚上你的朋友郁闷了，就连我都郁闷了。听得苏美的话后，春武也是微笑着撇嘴道：“春武师姐，就别拿师弟开玩笑了，你师弟我仇家那么多，若不快点提升修为，可是难以自保的。”楚风尴尬的笑了笑，随后赶忙转移话题，问道：“春武师姐，可有秋水前辈的消息？”秋水前辈已经回来过了，并且拿到了龙凤圣药。如今我的师尊正在闭关炼药，所以你不必担心。只不过什么？只不过秋水前辈得知你前往了冰雪平原，怕你出事，所以他在拿回龙凤圣药后，便前往了冰雪平原，前去寻你。你说秋水前辈去了冰雪平原？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神情一变，因为如今焚天圣教的旧址已被诛仙群岛的人发现，不仅诛仙群岛的人能够进入焚天圣教旧址，如今在焚天圣教的旧址还有着一个强到可怕的女子，那里已经并非宁静的世外桃源，如今乃是一处异常危险之地。楚风，你可是让我找的好苦啊！可就在这时，秋水浮烟的声音却突然响起。与此同时，这位焚天圣教的圣女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等人的身前。秋水前辈，您回来了！见到秋水浮烟，楚风那刚刚悬起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仅回来了，而且还听到了你的所作所为哦。秋水浮烟笑道：“所作所为？秋水前辈，楚风师弟此次前往冰雪平原，又做出了什么事啊？”听得此话，春武顿时来了兴趣，而紫菱、苏柔以及苏美也是将那好奇的目光投向了秋水浮烟。这小子可又是做了一件大事呢。秋水浮烟也并未隐瞒，而是将楚风在冰雪平原上与石剑宗之间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而楚风也是得知秋水浮烟真的回到了冰雪平原，并且也回到了焚天圣教的旧址。但是他回去的时候，楚风已经离开了，那位女子也离开了，焚天圣教的旧址一个人都没有。所以秋水浮烟只是知道楚风与石剑宗之间的事，并不知道楚风与第三弦还有那位神秘女子在焚天圣教内所发生的事。不过当秋水浮烟发现有人闯入过焚天圣教的旧址，并且进行过一定的破坏之后，他便运用外人不知道的手段，改变了寒冰沙阵，将焚天圣教的入口彻底封锁。除非是他或者是焚天圣教的其他高层，否则没人能够解开。楚风师弟竟然连8品武军都不是你的对手了，那么下次再遇到那个慕容寻，岂不是可以暴揍他一顿，以报当日之仇了？听得秋水浮烟的讲述后，春武一脸的羡慕，但却也能够看出他是真心的替楚风感到高兴。春武尚且如此，紫菱以及苏柔和苏美2姐妹那自然更加高兴，因为楚风如今的敌人太强也太多了。就如楚风所说，唯有他尽快的成长，才有自保的能力。春武、紫菱，你们先回去吧，我有一些事情，我想与楚风单独说一下。突然，秋水浮烟道：“秋水前辈，那我们先回去了。”见状，紫菱等人彼此互看一眼，随后便一同与秋水浮烟告别。不过在临走之前，紫菱却是凑到楚风耳边，低声说道：“我和柔姐姐与梅姐姐等你哦。”话罢，紫菱这才嫣然一笑，和苏柔、苏美还有春武3人一同进入了那唯美的缥缈仙峰之中。随我来吧。在紫菱4人离去后，秋水浮烟才身形一动，向缥缈仙峰外的茫茫海域飞去。至于楚风，也是紧随其后，直到2人距离缥缈仙峰已经很远之后，秋水浮烟才停下身来。秋水前辈，不知有什么事要与晚辈说？见秋水浮烟驻足，楚风这才开口问道：“楚风，我先问你一件事，你的修为大涨是否与我焚天圣教内那天地异物有关？”秋水浮烟问道：“不瞒前辈，那天地异物的确是被晚辈拿了，并且楚风如今的修为也的确是因为炼化了那天地异物所得。”楚风并未隐瞒，而是如实回答，因为从始至终他便没有打算隐瞒秋水浮烟这件事，哪怕秋水浮烟不问，他也会主动说：“你真的将它炼化了？炼化了多少？”而见楚风应下，秋水浮烟则是有些激动，全部炼化了。不过我也不瞒前辈，晚辈的身体有些特殊，每突破1重修为，需要的修炼资源也是较多，所以尽管那天地异物蕴含的能量极浓，但也只是让晚辈突破到5品武军。楚风说道：“你可真是让我吃惊，虽然早知道你的身体特殊，但却没有想到你连那天地异物都能炼化，那可是当初我焚天圣教所有人都拿之没有办法的东西。”听得楚风的话后，秋水浮烟不但没有丝毫责怪，反而是又惊又喜。前辈，那毕竟是你焚天圣教之物，就这样被晚辈炼化，您不怪晚辈吗？楚风问道。那东西留着也只是用来滋养药草罢了，并且只能在焚天圣教滋养，根本无法迁移。而诛仙群岛一直想要占据我焚天圣教的旧址，尽管他们现在无法破解寒冰沙阵，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日后不会破解？只要他们能够破解的话，那么这那座满是药草的山峰也将被他们占据。与其将这些好处便宜了诛仙群岛那群人，还不如叫你炼化了。何况你又不是外人。秋水浮烟笑着说道。而听得秋水浮烟的这番话后，楚风也很是开心，因为秋水浮烟对他真的很关照。可是秋水浮烟明明什么都不欠他的。对了，楚风，其实我找你来，只是顺便问一下那天地异物的事。我真正想问的乃是另外一件事。突然，秋水浮烟道：“秋水前辈，有事您只管问便是，只要是晚辈知道的，绝不隐瞒。”楚风说道：“皇府皓月是不是已经封了？
秋水伏烟道：“秋水前辈，您是听说了什么吗？”听得此话，楚风不由一愣，因为他可从未与秋水伏烟说过如今的皇甫皓月已经疯了的事情，只是说他在九州大陆的时候见过皇甫皓月而已。按理来说，秋水伏烟应该不知道皇甫皓月疯了才对，除非你先回答我，皇甫皓月是不是疯了？秋水伏烟追问道。对于这个问题，楚风有些为难，因为某种程度来说，皇甫皓月之所以会疯，可是与他父亲有关的，至少楚风是这样猜测的。但是哪怕如此，楚风也实在不忍再瞒秋水伏烟，因为秋水伏烟对他真的很好。自从第一次从亚妃手中救下楚风后，也给予过楚风多次帮助，所以楚风最终还是开口：“秋水前辈，其实自打我第一次见到皇甫前辈的时候，他就已经疯了。”果然是他。而听得楚风的话后，秋水伏烟的情绪则顿时变得低迷起来。秋水前辈，您这是怎么了？您不会见到皇甫前辈了吧？听得此话，楚风想到了一种可能，我见到他了。我之所以第一次前往冰雪平原回来的这么晚，就是因为我在冰雪平原见到了他，不过他却根本不认识我了。我追赶了他很久，跨越了数个地狱，但是最终还是被他甩开了。尽管他的变化很大，但是那种感觉不会变。我知道他一定就是皇甫皓月。说到此处，秋水伏烟的声音竟然有些哽咽。秋水前辈，对不起，是我隐瞒了你，我应该早些告诉你这些的，并且楚风，你不用说了，也不用觉得有些愧疚。我明白你起初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皇甫皓月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我跟了他这么久，怎么可能毫无发现？我能看出他一直在惧怕着什么，而我若没有猜错，他所惧怕的存在应该和你有些关联吧？秋水伏烟的语气很柔和，可以看出他真的并不责备楚风。秋水前辈，我也不能给您准确的答案，其实我也一直在猜测，皇甫前辈惧怕的是我的家人。楚风如实回答，唯有这样才能让他的愧疚减少一些。楚风，你不必这样，当年皇甫皓月将你抱回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婴儿，无论他经历了什么，就算你的家人真的对他做了什么，那也是你家人的事，都与你无关，所以你不要有内疚的心理。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应该做的是想办法将他治好。虽然他是疯癫了，但是毕竟只是疯癫，身为戒灵师的你应该清楚，没有什么是戒灵师做不到的，尤其是身体上的缺陷，我们都可以修复。秋水伏烟说道。秋水前辈说的对，但是您想怎么做？听到秋水伏烟这番话，楚风心里好受了许多。现在最先要做的还是找到皇甫皓月，我准备今日便离开此处去找他。秋水伏烟道。可是您知道皇甫前辈如今身在何处吗？楚风问道。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也要找，哪怕寻遍全天下，我也要将他还找到。我不能让他疯疯癫癫的过着乞丐的生活。秋水伏烟很是坚定的道。秋水前辈，不如我联系一下残夜魔宗的人，让他们帮忙找一下皇甫前辈，如何？楚风开口道。不行，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先不说你与残夜魔宗的人还没有亲近到所有人都相信你的地步，再者说我也不太信任残夜魔宗的人，因为残夜魔宗连内部都不和，咱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帮咱们呢？秋水伏烟摇了摇头，很是坚决地否定了楚风的想法。前辈说的的确在理。而听到秋水伏烟的话后，楚风也是点了点头。虽然秋水伏烟的想法显得太过谨慎，但他的考虑也是合情合理。尽管眼下残夜魔宗对楚风不错，但实际上他们也并未完全信任楚风，至少残夜魔宗的人还是以宗门的利益为主，而楚风现在不过是残夜魔宗的一员而已。若是真的有一日楚风的存在威胁或影响到了残夜魔宗整体的利益，天知道残夜魔宗会不会对付楚风。楚风不会忘记当日他试探着去拔出王冰封魔剑时，土行王等人的目光。那时楚风真的觉得，只要楚风拔出封魔剑，土行王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楚风，因为那可是唯有魔宗之主才能使用的兵器。残夜魔宗不会将那样的王兵交给楚风。好了，楚风，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寻找皇甫皓月的事情暂时交给我一个人即可。眼下诛仙群岛的人在四处找你，除非逼不得已，否则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待在这缥缈仙峰内，不要轻易离开了。秋水伏烟提醒道。多谢前辈提点，晚辈明白。楚风点了点头，记住，千万不要因为皇甫皓月的事情而感到愧疚，哪怕那和你的家人有关，但却和你无关。还有，我与你那3个未婚妻聊过，发现那3个丫头各个方面都很不错，最主要的是她们是真心爱你的，所以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她们，哪怕为了她们着想，你也应该照顾好自己，切莫不能做冒险之事，擅自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说完这些之后，秋水伏烟微微一笑，这才腾空而起，直接向远古传送阵的方向飞去。从这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关心皇甫皓月，否则不会如此着急的去寻找皇甫皓月。而在秋水伏烟离开后，楚风则直接进入了缥缈仙峰，他率先来到了紫菱的住处。而当楚风来的时候，不仅苏柔、苏美在，就连张天翼和江无伤也在。楚风师弟，听说你突破到了5品5军，这是真的吗？见到楚风后，张天翼与江无伤便赶忙围了上来，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起楚风。在2人仔细观察楚风的同时，楚风也是发现江无伤与张天翼2人的修为的确得到了提升，已经踏入了天武9重。其实，在炼化天地异物之前，楚风的真实修为也是天武9重。之所以世人觉得他是3品5军，那完全是因为楚风利用了3重雷霆力量，将自己的修为从天武9重提升到的3品5军，所以才给世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而江无伤以及张天翼也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2个才会觉得，只要他们踏入天武9重后，就追赶上了楚风。可是，在楚风炼化了天地异物之后，整个人的修为却发生了质的变化。那3道雷霆已并非外力，
而是彻底与楚风融合一体。如今楚风的真实修为可不再是天无九重，而是五品武君。你这家伙也太强了吧！竟然真的踏入了五品武君，并且还并非动用雷霆的力量而换来的修为，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啊！突然，张天翼与江无伤一同大喊起来。他们观察楚风的双眼许久，发现楚风的双眼并没有涌现雷霆，所以确定楚风不但修为得以提升，并且如今楚风的修为是没有运用雷霆的结果。可是，别看二人因为楚风如今的修为大呼小叫，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但是楚风却能看出，实际上他们是非常高兴的，为楚风能够有如此大的进步而感到高兴，这便是真正的兄弟。不过毕竟如今楚风有了些能力，所以他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和爱人在修武一途上行走的太过缓慢。虽说其他几人楚风很难帮助，但是江无伤如今可是地级血脉，并且他与楚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修炼更为依赖的乃是修炼资源。而楚风在那位诛仙群岛的燕大人身上也获得了不少优质的修炼资源，尽管什么天药、无药之类的修炼资源对于楚风来说已经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江无伤来说应该帮助很大，所以楚风只留下了一小部分修炼资源当做流通的货币使用，剩余的修炼资源全部给了江无伤。楚风大哥，你给予我的帮助已经够多了，这些修炼资源我不能要，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可是谁曾想，江无伤却拒绝了楚风的好意，跟我你还客气，要是不拿着，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大哥。楚风强行将修炼资源塞给了江无伤，而江无伤犹豫了一会后，还是将修炼资源收了起来。可是，在收起修炼资源的同时，他却无奈地长叹了一声：“无伤弟弟，你是有心事吗？”见状，楚风问道：“楚风大哥，我获得地级血脉之后，对于修炼资源的要求的确更多了，但是我的领悟力也变强了。可是哪怕如此，却也与你无法相比。”江无伤很是苦恼的道：“无伤弟弟，你这是何意？”楚风问道：“楚风大哥，你说过，你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便可以直接突破，领悟新的境界，对你来说轻而易举。本来我以为得到地级血脉之后，我也能够如你这般，但是我发现我错了。尽管地级血脉使得我战力增强，使得我整个人由内而外的发生蜕变，甚至让我的领悟力也增强数倍，可是我想突破一重修为，还是有着不少难度。尤其是现在，我面临的是突破武君这个大关口。我有一种预感，就算我积攒到了足够的力量，领悟到了突破的方法，可是也很难一次就冲击成功。”江无伤说道：“你是说你现在想突破一重修为，对领悟力的要求也很高？”楚风问道。江无伤点了点头，随后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崇拜，说道：“楚风大哥，你真的是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无伤弟弟，你这是怎么了？为何突然说这种话？”楚风很是不解，因为我突然发现，楚风大哥能有如今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你掌握着特殊的力量缘故，还因为你自身的天赋本就是极强。你的领悟力之所以会这么强，也许与你那特殊的力量有所关联，但是更多的关联还在于你自己，是你自己本身的修武天赋就极高，所以才成就了现在的你。而我没有你那么强的领悟力，没有你那么好的天赋，所以哪怕我掌握地级血脉，拥有足够的修炼资源，可也无法像你一样快速突破。”江无伤说道。听到江无伤的这番话后，楚风则是不知该如何安慰是好，因为他也早就发现了这一点。神雷的确增强了他的体质，带给了他强大的战力，但是这种过人的领悟力却更像是他与生俱来的。之前楚风对修武一途不是很懂，所以才觉得自己那卓越的一切都是神雷给予的，但是随着自己的见识越来越广阔，才知道人的有些天赋乃是天生便注定的。不过楚风不用担心我就算比不过楚风大哥，但也至少比其他人强。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追赶楚风大哥，并且我发现地级血脉真的很强，只要我能够踏入武君境，我的战力将再度得到提升。那个时候我的战力也许不会输给楚风大哥哟，并且不仅是我，天翼大哥也是如此。虽然他没有地级血脉，但是他修炼的竞技玄功却很特殊。在你没回来的时候，我二人切磋过，竟然是平手。而他也对我说过，他隐约的感觉到，只要他能踏入武君境，便可领悟全新的力量。所以哪怕我踏入武君境，战力再度增强，他也不怕我，似是害怕担心自己的状态。江无伤笑眯眯地说道。而事实上，看到这样的江无伤，楚风也的确放心了不少。就这样，在紫菱的住所，楚风与紫菱、苏柔、苏美、江无伤、张天翼等人小聚一番之后，楚风便前往了春武的住处，因为他准备修炼那竞技武技的劲苍冥斩。可这却是需要特殊的修炼场地的。眼下，缥缈仙姑为了帮助紫菱炼制破解恶天丹的解药，已经闭关许久，并且据说要很长一点时间才能出来。又因楚风不喜欢下雨和冬雪，与秋竹又不是很熟，所以有事相求的时候，他还是最喜欢找春武。春武师姐，那我先告退了。只不过还未进入春武的宫殿，楚风便听到了一个颇为熟悉的声音。而楚风刚刚准备去叩殿门之际，那殿门却突然打开。而与此同时，一道熟悉的身影也是浮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高挑的身材，妖娆的身段，白皙的肌肤，妩媚的脸蛋，以及那一种独有的气质。此女正是颜如玉。颜如玉看到楚风之后，不由一愣，那双美丽的眼眸顿时闪烁不定。这位美女竟然有些慌了。而看到颜如玉后，楚风也是有些尴尬的低了头，不太敢与颜如玉对视，因为此时此刻，楚风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初在青州之时，强行将颜如玉按在床上的情景。但是以前的事情毕竟早都过去了，所以楚风犹豫了那么一瞬间后，还是在嘴角扬起一抹微笑，抬起头来，想要与颜如玉打个招呼。可是谁曾想，还不待楚风开口，颜如玉却是身形一转，
绕过楚风向远处行去，只留下了一阵淡淡的体香。对于这一幕，楚风也似是早有预料，所以只是干笑一声，却也没有多想什么，而是迈开步伐，准备直接进门。楚风刚将一只脚跨入店门之内，那颜如玉却是突然开口了：“有事吗？”楚风回头观望，发现颜如玉已经止住步伐，正用那复杂的目光看着自己。“谢谢你。”颜如玉以柔和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随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楚风，这才转身离去。而看着颜如玉那渐行渐远的身影，楚风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安心的笑意。他从颜如玉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如今的颜如玉一点也不恨他，相反还有着一抹感激。他与颜如玉的旧账总算翻了过去。楚风师弟站在门口做什么？而就在这时，春武的声音突然响起，向店内观望。春武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春武师姐。见状，楚风走了过去。楚风师弟，你不是说颜师妹乃是你挚友吗？而当初你为了救她，也是付出了不少。不过我看你们关系似乎并不是很近啊，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聪明伶俐的春武一眼就看出了楚风与颜如玉的关系并不亲近，所以绝对不是挚友。不瞒春武师姐，我与颜如玉的确不是挚友，并且之前还有所误会，算是我亏欠她的吧。楚风苦笑道：“不管是亏欠过什么，但是你为他做的够多了，就算有过不对，现在也早就弥补了。毕竟他这条命都算是你救的。不过你也放心，尽管颜师妹不善言谈，似是与我等隔着一层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人不错，就算不冲你的面子，我也会关照他的。还有就是我师尊也很喜欢他。”似是怕楚风担心自己知道颜如玉与楚风的关系没有那么近厚，自己会不关照颜如玉。春武特意向楚风表明了心意：“多谢春武师姐。”楚风真的很感谢春武的关照，这不仅仅是对颜如玉，还有他的所有亲人和朋友。可以说，在这缥缈先锋上，春武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尽心尽力帮他的人。但越是亲近之人，越无需拘束。所以楚风笑眯眯的道：“不过今日我来找春武师姐，还是有事相求。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再说谢谢，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春武故作生气的撇了撇嘴，随后又笑着说道：“什么事你就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肯定帮到底。”春武师姐，还记得我在武文仙境得到过一本禁忌武技吧？因为那禁忌武技的要求太高，所以我还一直未曾修炼。如今似乎可以尝试修炼一下了，所以准备修炼一下。楚风说道：“你这家伙别吓我，我若没有记错，你那得到的那本武技可是一本的禁武技。得禁武技，据我师尊说，那可是武王强者也难以驾驭的武技，威力相当骇人，对肉身的要求极强，并且修炼难度超高。虽说楚风师弟你的战力的确很强，但是那的禁武技实在太凶，万万不可太过着急修炼，否则稍有差池，都可能会对你的肉身造成终生的破坏，对你日后的修武道路也有不可想象的影响。”得知楚风竟是要修炼那的禁武技，春武顿时面容大变，赶忙耐心劝阻：“多谢春武师姐的好意，不过对于这个禁武技的要求，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是真的觉得现在的我可以尝试修炼了，所以才想尝试一下。”楚风笑着说道，并且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惧怕，反而满是自信。“楚风师弟，你说的是真的？”听得此话，春武脸上的担心之色顿时变成了吃惊之容。“春武师姐，认识我这么久，我有欺骗过你吗？相信我，若是没有一定的把握，我不会去触碰那的禁武技。我知道的禁武技非常难以修炼，难度甚至是人禁武技的数十倍，九段武技的数百倍，所以我绝对不会强行修炼。若是真的有修炼不下去的时候，我会适可而止的。”楚风说道：“你这家伙可真是让人吃惊。我师尊明明告诉我，得禁武技连普通的武王都很难修炼成功，可还是武君的你，竟然已经准备修炼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有时候真怀疑你这家伙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你该不会是来自武之圣土的吧？”春武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道：“春武师姐，就不要拿师弟开玩笑了，我若是来自武之圣土，现在就不会在这东方海域了。”楚风一脸的苦笑，他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来自武之圣土，但是他却知道他应该不是出生在东方海域和东方陆地才对。